起的注意看，加拿大世界冠军被中国小将2拳放倒，一觉醒来，老外直接痛失100万，看他还敢不敢小瞧中国功夫。老外叫德里克，是加拿大100万特聘拳王，专门来中国终结中国选手的连胜。身为世界第一且保持15连胜的李辉，自然没有拒绝的理由。话就不多说了，来让我们欣赏一下李辉是如何将老外斩落马下的。请长按3秒点赞，比赛开始。好，观众朋友，我们现在进行的是中加对抗赛的第5场比赛了哈，75公斤级的男子的比赛。我们中方选手是来自明辉搏击的李辉，蓝方选手是加拿大的德里克。年仅24岁的李辉早早就成为了75公斤级一哥，擂台上是一位能征善战的大魔王，到了擂台下却是一位上得厅房下得厨房的好男人。平时的他孤陋寡言，擂台上的他却是重拳出击，招招致命。面对比自己大10岁的拳坛老将，依然没有表现出一丝恐慌。过人的意志力，躺了几个月之后呢，开始康复训练，然后呢就拿到很多冠军了。哇，这也是一个励志人物哈，是，就是告诉大家说，只要你废了，对你只要坚持哈。哇，太励志了。对。然后他是在2009开始恢复训练的。目前呢31胜8负，是3次 KO。李辉，他的特点就是这个力量比较大。是。从2016年开始，打武林风，跟随武林风远征布拉格。34岁的德里克虽然已经老矣，但他照样可以打出一些相应的防守反击。仅凭一个比赛经验就比李辉多出了10年，所以对李辉来说，这场比赛比其他比赛更加艰巨。反观德里克是所做的每一个举动，貌似都在嘲讽李辉。毕竟李辉的比赛经验不足，德里克非常有资格讥讽李辉。不过李辉可不是什么容易欺负的善茬，李辉这下应该很生气了。是的。你看这个德里克，他那个拳法、拳击的基础还不错。对。打完都会有摇闪。对于一位久经沙场的老将德里克来讲，李辉的确是新人哈，经验不足。所以从战绩上就可以看得出来，李辉有2胜2负的战绩，而德里克31胜8负，还有一次平。李辉就不管对手是不是老将，是不是很厉害，他就被看不起的李辉并没有理会德里克的看不起，而是加强进攻攻势来与德里克进行对抗。毕竟年轻气盛就是资本，打赢了捞一把大的，打输了也不影响全局，只是连胜被断了而已。不过李辉可不想丢掉世界第一的位子，所以一直在发起主动进攻。当然，其实这个蓝方德里克也一直想消耗我们的李辉的体力，可是这一次李辉特别加强了他的这个体力的储备。小心一点。还有啊，对，在第一回合，其实双方表现都相当精彩。对。还有10秒。是，还有。对，他忘了，还有这个李辉也没揍他，不然被 KO 掉就很冤枉了。对，就打得太专注了。是，这可能就看他没有注意到那个对。回合结束了，俩人足足相差了10岁，但在擂台上的表现却让现场解说惊叹不已。一位是成熟老练，另一位则是年轻气盛，各有各的作战方针和战术打法。第一回合就能给大家呈现出如此精彩的一幕，可想而知，接下来的比赛将会是何等的精彩。一样，哒，机关枪都打进去了。是的。千钧一发之际躲过了。你看他的拳套早就在那边等了。好，来吧。Try this out, second out. Ready, fight. Round 2. 第2回合开始了，李辉是中国75公斤级一哥，然而德里克则是加拿大75公斤级一哥。俩人虽然有10岁之差，但总体来说，其实俩人打起架来都差不多少。不是李辉在对德雷克发起主动进攻，就是德里克在对李辉发起主动进攻。
一来二去，俩人所获取的点数优势几乎相差无几。斗拳，哦，这个地盘很重哦。今天两位棋逢对手真的都好硬啊，好难打。蓝方今天都是实打的，他过去呢假动作会比较多，他今天可能觉得假动作对李辉没用了，对，就直接来实的，对，就只能用这个拳头来这个说服李辉了。好，这个德里克是一个远近闻名的传奇老将，在各大网站几乎寻觅不到关于德里克的任何相关信息。那是因为加拿大赛事方对德里克的个人信息加密保护，不只是为了保护德里克的人身安全，更多的是为了比赛胜率。毕竟德里克是加拿大境内百年难一遇的搏击奇才，虽然已经到了34岁，即将脱离巅峰时期，但德里克依然可以在擂台上与各路猛将打得有来有回。其实刚刚这个蓝方的教练呢，讲一个 overhand to the body， 就是一个后手大摆拳打到身体，这个动作是很难的事情。一般后手大摆拳是打头的，我就来看看他后手大摆拳怎么去打到身体。可能德里克也听懵了，怎么打？对，他也不知道这一拳要怎么打。OK， 注意一下这个德里克报价严谨，然后上身会。别看李辉才年仅24岁，其实李辉在擂台上的表现根本就不像是一个24岁小伙子。赛前瞧不起李辉的德里克，此时也已经意识到了事情的危险。毕竟李辉这个小伙子可不是一般人，能在24岁夺得中国区75公斤级排名第一，而且还能维持15连胜，自然不是一个无名小卒能打出来的战绩。这个老将都没这怕的。对。看起来刚刚李辉的一波猛攻像是有效果，但是呢，还很难讲。是，有些老将啊，会有一些的方法来骗你的。现在德里克用步法来缓一缓自己的一些情绪跟一些体力。10秒。哦，漂亮！来，李辉打到一拳。比赛即将结束，俩人还在进行火力对拼。看来今天俩人必须分出一个胜负。前面2回合俩人打出的拳脚进攻几乎都是拳拳到肉，几乎都是奔着 KO 对手去的。结果德里克太小看李辉的实力，不仅没有掌控比赛节奏，而且还在对拼期间没有占到任何便宜。河南卫视淘宝官方商城上线了，看武林风，打开手机淘宝搜索5个6，参与红蓝阵营竞猜，就有机会抽最高9999元的现金红包，帮你清空购物车，更多商城品质好货等你来选。Jams out. Ready? Fight. Final round. 好，双方进入到了第3回合。第3回合开始了，俩人的火拼还在继续。比赛拖的时间越长，李辉就越占据大比分优势，毕竟年龄在这摆着呢。反观德里克越打越力不从心，从一开始的掌控比赛节奏，到现在被李辉牵着鼻子走，而且还会时不时挨到李辉的一套组合拳法进攻。异地遇到这种好像亲人的这种感觉。然后回到场上，李辉继续进攻。这个老将到第3回合一样非常的顽强，很难想象啊，当初医生宣判他不能走路时候到底什么样子。那现在已经变成生龙活虎的一个很厉害的格斗家了。是的。还有个手肘，一个小实施违规招式的德里克被裁判逮个正着，警告一次并没有什么大碍。真要是吃到了1张黄牌，那么比赛结局几乎可以默认李辉获得胜利。两人的点数依旧是持平状态，
只要稍有不慎，就会瞬间丧失对比赛的掌控权。因为这是一个小小的拳击技巧。刚刚的反击。好，希望这个李辉的体力还够，因为看起来他应该没问题。对，看起来德里克还是生龙活虎的。哇！双方真的是棋逢对手，3回合下来都是高频率的对攻。是。但是李辉的年轻给足了他底气，即便是对拼到最后一刻，李辉也不会因为状态不佳或者是体能不支而输掉比赛。反观德里克就不得不多加注意体能问题，毕竟年龄比李辉大了10岁。既然不能提前结束比赛，那么德里克就开始时不时实施消极动作，甚至不惜使用违规招式。他用蒂坎迪抢分。最后46秒，用蒂坎迪能不能对付李辉呢？李辉会不会痛了？看起来李辉跟牛一样，不怕了。好，这个提服有没有效果？哇！好，又踩了一下李辉的膝盖。但是这个没拳，对，但是好像力量没有那么足，对，所以而且对方又往后撤，对，把力量化解掉了。哇，相当精彩，相当焦灼这场比赛。比赛结束了，同时也可以说比赛开始了。经过裁判的判定，比赛结局为平局，加赛1局。第4回合开始了。加时赛对于俩人来说无疑是一场噩梦，前面3回合已经让俩人丢失了很多体能。不过进入加时赛的李辉就像是抓到了救命稻草，直接就对德里克展开了全面进攻。本身这一招没用啊！这个对老将是比较累的。对，老将体能撑不住了，李辉有机会。使用违规招式的德里克最终得到了制裁。裁判本来想给俩人一个公平的竞争平台，结果的德里克频繁犯规，无奈的裁判只好减去德里克1分。如此一来，德里克只能放手一搏，要么被 KO， 要么 KO 李辉获得胜利，以点数获得比赛胜利的几率几乎为0。它是一个波的味道，其实也不算是一个攻击的味道啊。但我这边也不是帮这个蓝方讲话了啊，因为拳击有很多手法。对。那有些手法是裁判可以接受，有些手法是裁判不能接受。对，在我们这里这个是不允许的。对。好，转身用出来了。转身的这个转身的摆拳也是。德里克所实施的拳脚进攻可谓是漏洞百出，心思缜密的李辉直接2拳将其放倒。保下的德里克这才意识到，赛前瞧不起的中国小将，原来拥有超强的爆发力和精湛的作战方针。德里克再怎么后悔也来不及了。李辉了。Further. Corner. Further. To corner. Further. 最终德里克被李辉1拳 KO，100万就这么消失不见了。对富豪来说100万并不是很多，但对于普通人来说，100万可能是一辈子都赚不过来的钱。大家感觉李辉打得好的话，请多多点赞，让更多人看到李辉的硬气。